臣恭贺陛下万寿无疆，圣体康健，大梁国运昌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陆卿手中所提何物？陛下，这是臣献给陛下的生辰礼。沈昭这厮真以为就自个儿会讨人心呢？哼，捉几只萤火虫有何了不起的？陛下万岁！陛下万岁！陛下万岁！陛下万万岁！鸟不错，陆卿亦不错，朕是该赏这鸟，还是赏陆卿呢？一只破鸟可真能显摆啊！不知沈大人给陛下准备了什么生辰礼？总不会就抓了那几只萤火虫吧？谁说只有那几只发光的虫子？莫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小家子气啊！哎呀，下官这等老是领俸禄的小官，那自是比不得沈大人的。除却俸禄，还有些旁的款项能来银子。这生辰礼沈大人瞧不上，那也是应该的啊！哈哈哈，应该的。该死的！尽管陛下瞧不上他那仨瓜俩枣，可他的俸禄都强行交上去了。萧福玉总不会听了这小人的话，怀疑他私藏体己吧？他们雍州男人都是真男人，才不会背着心上人藏体己呢。待陛下瞧了臣的生辰礼，自会知道，某些东西是那些个臭钱换不来的。沈昭冷哼，拍了拍手。几个工人抬着一副盖了红布、足有一成年男子高的画，小心翼翼地放在殿中央。你要给朕耍什么花样？陛下，可否赏个脸，接下他？本以为又会是什么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美人画，毕竟沈昭这厮不论何种场合总是不正经的，但并不是。萧福玉抬眼望着画许久，一字未语。这根本算不上一幅画，而是一张略有痕迹、写满了扭曲的陛下万岁的字帖。陛下，臣奉命离京，一路往北，途经30州府，30位知府，其中7成皆不过品行无良之辈，践踏百姓，生灵痛苦不堪，人命不顾草芥。幸得陛下旨意，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自知府更迭，朝廷填补亏空，州府开仓放粮，北边30州府所属百姓感怀圣恩，又得知陛下生辰将近，便与臣一块写就这万岁字帖，恭贺陛下万岁。萧福玉眼珠微动，侧目看向沈昭。许是殿中宫灯光影柔和，男人一贯凶厉的眉眼间也晕染出了温柔之色。只是许多百姓并不识字，臣又一向耐心浅薄，教了他们许久都教不会，性子暴躁起来，难免吓了人。时也有些字体过分丑陋，但写在中间的都是臣精挑细选出来的稚字，他们学得快，字也写得清秀。这份生辰礼，臣并未耗费一丝一毫的俸禄，的确比不上陆大人那只金丝笼子骄阳的鸟雀。陛下可否喜欢？难怪1月便能赶回的路程，你赶了2个多月。萧福玉未置可否，只是抬手抚摸着这幅巨大字帖上的字，每个字都各有姿态，笨拙、凌乱、青涩，笔画不顺，字字不堪入目，字字情真意切。一如这大梁无数他瞧不见的子民，朴华无实，历经苦楚，却还要笨拙地学会写字，向他这位养尊处优的天子恭贺一句万岁。甚至许多百姓学会写的第一句话，便是这字帖上的一句陛下万岁。萧福玉合上眼，恍惚之间，现代光顾陆离的光影竟显得有些模糊，唯有他指腹下粗糙的墨痕格外真切。沈爱卿，你的奸臣秘籍修炼得愈发到家了。讨陛下欢心这种事儿，既然做了，那就要做陛下心里的头一份。陛下，外人还在，就想与臣调情吗？萧福玉刮了他一眼。沈爱卿最得朕心。去他娘的，尾巴都要翘天上了！沈昭这家伙居然能想到这等媚君的生辰礼。陛下，臣的生辰礼您尚未瞧过，
此话言之尚早。哦，他险些忘了书里也有这么一遭。宁回之寻到了冷宫假死的废后，并献于寿宴上交给主角寿。主角宫寿的感情再次升温，既然是袁山的母亲，丢进宫里供着也就是了。萧福玉漫不经心地想。陛下，您不妨瞧瞧这是谁？萧福玉不经意抬眸，刹那间他浑身的血液冻住，持杯的手失控颤抖，酒液沾湿指尖，鼻尖似乎又能闻到那刺鼻的消毒水味，以及梦魇深处永远无法忘怀的医院长廊病房角落，以及女人手中泛着森冷光芒的刀。萧福玉面色平静，发抖的手拢在衣袖中，无人瞧见。小玉，陛下。宁回之见他这般反应，便知自己赌对了，被萧福玉毫不留情的一耳光甩在地上。宁回之擦去嘴边血迹，惊异不定回头，却见天子半个眼神都不肯给自己，只是笑意温柔，伸手扣住了老妇人的脖颈。朕的梦魇到此为止。陛下，她是你的母亲，你认不出来了吗？当初冷宫失火，她亦是侥幸活下来，并非弃您于不顾啊。如今母子得以相认，陛下难道不该高兴吗？陛下，您为何这样看着臣？既然你这般为朕的母后着想，那你就陪她去死吧。啊，陛下，陛下，您三思啊！今日是您的生辰，万万不可见血啊！陛下，萧福玉是真的想弄死他。沈大人，您罪得圣宠，怎么能放任陛下在寿宴之日见血？你去劝劝陛下，放过怀之吧。下官就这么一个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红色才好，陛下最喜欢红色了。当他瞧热闹的神情在听到殿顶隐隐约约的雷声时，倏然凝住。不好，陛下却还是迟了。那道从来忌惮天子的天雷直直地透过殿顶劈下来，将萧福玉宁回之同时炸了。陛下，他垂眸看向怀中的人，刹那间目眦欲裂，双手忍不住发起抖来。太医，快叫太医！来福公侯，我去提太医来，你看顾好陛下。多谢统领，多谢统领。陛下，陛下，您可有何处不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雷劈下来？定是那宁回之修炼邪术，连累了陛下。耳边一切嘈杂的声音忽远忽近，萧福玉半睁开眼。陛下，您怎么样？不要下沉。杀了他，朕要他死。说罢，他合上眼皮，昏死过去。陛下，陛下！沈昭，你冷静一点。陛下此刻神志不算清冷，待醒来时想起吩咐他做的事，未必真的想让宁回之死。如今并非杀死宁回之的最好时机。冷静。今天是他的生辰，现在他人成了这副样子，你让我怎么冷静？他可不怕什么天雷，就算劈死他，他也要先将宁回之这个贱人砍死。陛下，陛下醒了。醒了，乱跑什么？沈昭的话戛然而止，方才躺在他怀中一字一句命令他杀了宁回之的天子，此刻衣襟上尚残余着血痕，却已瞳孔空洞，挡在宁回之身前，开口道：朕不准你们任何人伤害回之。太医来了，都快让开！萧福玉好似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他沉溺于深水里，如何都醒不过来。醒醒，乖宝贝，再不醒，阿娘就要捏你的小脸喽。温柔的女声穿透朦胧的水面，耳畔一切的声音都瞬间清晰起来。萧福玉睁开眼，揉了揉猩红的睡眼，小小的身板往床榻里头一滚，含糊道：
阿娘，我困。她叫萧福玉，正是当今陛下的第9子，而面前面容秀丽的女子是他的阿娘，是陛下的发妻，亦是如今的冷宫废后。据宫里传闻，11年前余家通敌叛国，满门抄斩，偏偏那时身为余家长女的皇后有了身孕。皇帝看在皇室血脉份上，饶了余后一命。谁知怀胎9月之时，皇后突然疯了，误伤了前来探望的皇帝。就连太医也说，皇后的疯病早年便有迹象，乃是先天而来。一个疯子生下来的皇子，自然也是个疯子。皇帝彻底厌弃皇后母子，将即将临盆的余后丢到冷宫，任其自生自灭。冷宫，一个宫人口中最为可怕的去处，却是萧福玉长大的地方。他与阿娘所在的院落位于皇宫西北角最偏僻、最破败的地儿，也因为偏僻，宫里的贵人鲜少来找麻烦，所以这11年来过得还算安稳。院子里的桃树开花了，真的？阿娘还会骗你不成啊？于妙从身后摸出一件红色长袍，那，先穿上阿娘新缝的衣裳。可是阿娘，你不是说新做的衣裳要卖了换钱吗？萧福玉疑惑歪头。哎呀，钱的事都是小事，阿娘存的钱还够下个月的口粮呢。乖宝那么好看，怎么能没有新衣裳穿呢？他上下打量一番，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亲了亲萧福玉瓷白的面颊。哎呀，阿娘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乖宝？萧福玉垂着头没说话。怎么，穿了新衣裳还不高兴啊？其实我都知道，昨日我偷偷跑出去冷宫，去文渊阁听太傅上课，被4皇子抓到，还被弄坏了身上的旧衣裳。他们嘲笑我，说我的衣裳连奴才都不穿。他一边说着，本来板着的小脸再也绷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断断续续的道：阿娘，是怕我伤了自尊，怕我因为没有好的衣裳穿，被4皇子他们笑话，才将本来要卖1钱的衣裳传给我的。我都知道。少年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阴冷的院落里。陛下口谕中，冷宫只关了废后1人，而萧福玉身为9皇子，虽住在冷宫无人看顾，但陛下并未越过他的辈分给皇子年岁排行。故而按照宫中规矩，他可以离开冷宫，去听太傅上课。我再也不听太傅上课了，我不要新衣裳穿了，再也不要了。萧福玉仰头哇哇大哭，泪珠也如珍珠般大颗大颗往下掉。乖宝，不哭。于妙眼底划过苦涩，忙抱着少年，轻轻地拍着萧福玉的背，耐心安抚着。一件衣裳而已，以后阿娘每年都给乖宝做新衣裳啊！不哭不哭。可是穿了新衣裳就没饭吃了。少年眨着湿漉漉的眼睛嘀咕道：御膳房送来的饭都是馊的。谁说的？小看阿娘是不是？于妙轻哼一声，擦去他面颊上的眼泪，顺便捏了捏他脸上的软肉。上次阿娘怎么教你的？萧福玉哭饱了，没忍住打了个嗝。有阿娘在，万事不用愁，记得就好。来，阿娘带你去院里看桃花。于妙牵过少年的小手，将人从榻上扯下来。谁知萧福玉刚一落地，一个瓷瓶便从被褥里滚出来，掉到了地上。于妙一愣，蹲下身捡起，垂眸打量片刻。乖宝，这个瓷瓶哪里来的呀？
这精致的图样不会是冷宫里有的东西。昨日我被四皇子扯坏衣裳时，那位宁侍郎家的公子给我的，我不想要的，他非要塞给我。于妙的神色变得尤为复杂。乖宝，你得答应阿娘一件事。萧福玉歪头等他继续说。日后再有人像宁公子这般向你示好，你要记住，这是施舍，是怜悯。你绝不能因为这点好意就爱上他，为他抛弃尊严，为他献出生命，记住了吗？乖宝，你要最爱你自己，知不知道？阿娘总是喜欢说一些日后要如何如何，像是能预知未来般。萧福玉左耳进右耳出，敷衍的点头。哦，知道了，知道了。阿娘，我们去看桃花。一个冷宫出生的皇子，就连那位父皇都不曾管过他，更不曾来看过他，读书又有何意义呢？他注定像阿娘一样，活在冷宫，死在冷宫。更遑论每次去文渊阁，那群皇子都会围过来，不是捏他的脸，便是如四皇子那般扯他的衣裳笑话他。可是阿娘不明白，只知道让他去读书。于是他想了一个聪明的法子，就说太傅生病好了，反正那个太傅总是生病不来，然后让他被那群皇子欺负。萧福玉翘起嘴角，拐过一条公道，却见往常僻静无人的冷宫大门外站满了人，一顶嫔妃乘坐的轿辇就这样嚣张地停在公道中央。萧福玉手边的书香掉落，就要冲上去唤阿娘，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从身后死死地捂住他，把他拖回拐角。爱哭鬼，不想你阿娘因为你受穷，就老是待在这。身后传来的声音青涩，又混杂着少年变声期的沙哑，不仅难听，还语气恶劣。萧福玉没出声，点了点头。看出什么了？你是帮我阿娘卖绣品的好心人。我可不是什么好心人，若非师父曾欠了这虞后一个人情，自己不来非得逼着他来，他堂堂萧灵卫才不会跑到冷宫这破地方跑腿呢。可是大哥哥，你一点也不像坏人呢，你比坏人俊，还比坏人厉害。为了给我阿娘送绣品换钱，连皇宫这种地方都能随意出入，真的好厉害。黑衣少年看了他一眼，不自觉地挺直腰背，装若不在意地拍了拍身上的灰。有吗？你肯帮我阿娘送绣品，肯定是他的朋友，能不能救救他？我求求你了。我可不是你阿娘的朋友，我接到的任务只是跑腿儿。那你放我走，我要去保护阿娘。不行，是虞后让我拦着你的。爱哭鬼，你不听你娘的话了？阿娘在里头肯定被欺负了，她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才能救阿娘啊？别哭了，我帮你想法子。我就知道，大哥哥你最好了。黑衣少年冷哼一声，别开目光。谢谢你啊，小沈。阿娘，乖宝，这位萧灵卫的名字叫沈昭，是萧灵卫指挥使的徒弟，从前便是他替阿娘将绣品送出宫去的。后面的话于妙没说出口，就是长得太凶，怕吓到乖宝，每次都未曾让他们见上面。哦，是哪个招啊？于妙顿了一下，就是左边一个提手旁，右边上面一个刀，下面是一个，萧福玉似懂非懂，早已习惯。阿娘总是说这些奇怪的话，以前教他识字的时候便是。招财进宝的招，我自己取的，如何？大哥哥好厉害。那文渊阁的太傅说过，和钱沾边的名字都俗气。招财进宝俗，但是沈昭二字，看在大哥哥帮他的份上，就算不俗了。既然事已解决，在下告辞。往后每过半个月，沈昭再来时，都能看见这爱哭鬼蹲在桃树下看蚂蚁，迟早看成傻子。偶尔无公务在身时，沈昭亦会久留一会儿，看那位虞后教爱哭鬼念书算术，
往往算数算到最后，爱哭鬼便会嚎啕大哭。沈昭看他哭完，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样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7月的最后一日。前一夜，萧府玉闹腾了许久，因为期待的明日生辰礼而久久睡不着。后来模模糊糊之间，他恍惚听见有谁在与阿娘说话。于妙，你莫不是还指望他来日登基那日接你出冷宫当皇太后？只要你一日不死，他便永远都是废后之子，他的母族永远都是于氏罪臣。只要他的父皇宫里那群妃嫔看到他，就会想起尚在冷宫的你，他们不会容得下他，他永无登基之日。登基？他登基做了皇帝，然后给你的好大儿当垫脚石吗？这是他的命，你的任务便是促成这一切。明日是最后一日，我等你的答复。次日清早，乖宝，阿娘今日有些事，我先让小沈带你出宫玩玩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出宫玩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给怀里的少年穿衣梳头。喏，这是阿娘给你的生辰礼，待来日乖宝籍贯就把它带上，好不好？于妙将一只桃花簪子塞进了萧福玉怀里。好。萧福玉瞥了眼靠在门边面容冷酷的少年，乖巧的点头。他并不明白阿娘为何要送他一只籍贯时才能戴的簪子，只是觉得这簪子上的桃花甚是好看，便很高兴。翻墙离开别院前，于妙又再次唤住他。乖宝。阿娘。萧福玉疑惑的扭头。乖宝能不能叫阿娘一声妈妈？萧福玉生涩的启唇。妈妈，乖宝乖，妈妈永远爱你。去吧，今日生辰要玩得开心些，不用着急回来。大哥哥，这好像不是回宫的路啊！你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儿？你不是说今日也是陪你阿娘过生辰吗？你阿娘今日的愿望便是不愿你再回皇宫。你胡说！阿娘才不会不要我呢！她就是不要你了。老于，送她走。今日过后，我师父欠你阿娘的人情一并了了。老于是于府从家的管事，日后他会照顾你。马车缓缓驶离，伴随着少年无助的哭声。海口鬼，你自由了，这是你阿娘能赠予的最好的生辰礼。与此同时，冷宫。不好了，冷宫走水了，快打水，快！乖宝，不要怪妈妈。于妙，你敢耍我，胆敢篡改书中剧情，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你以为萧福玉能走得了吗？于妙涣散的瞳孔有了一丝焦距。什么意思？脑子里的声音没有回答，但周围蔓延的火势却在刹那间凝固，或者说整个书中的世界都凝固了。于妙呼吸急促，可世界静止，他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直到一声混杂了哭声的呼唤从屋外传来。阿娘！于妙猛然回头，只见他本该甩脱这一切既定命运离开上云京的乖宝，此刻满身沉泥，一瘸一拐地朝里面跑来。乖宝，不要进来！乖宝看不见的。作为惩罚，我不会让他看见你。其实这也怪不得我，你也好，反派也好，都没有将一个11岁的孩子放在眼里，也没有想过世界停滞后他会从郊外一路跑回皇宫，而不是听你们的话逃离这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他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好孩子。至于你，按照任务，你本该让他自幼缺失母爱，孤苦伶仃，受尽苦楚，这样在主角公赠与他伤药时，他才会深陷其中。如今任务失败，你不过一枚弃子，距离剧情开始还有4年，这4年我会重新选人，并构造一个安静的地方，替你好好养育你的儿子。不要！白光包裹着萧福玉一同消失了，大火继续蔓延，将一切都烧成灰烬。青龙15年，冷宫大火，废后末，时间推后了4年。此时萧福玉15，沈昭19。4年后，自萧福玉记事起，他就住在这所私人疗养院里。
但其实11岁以前的事儿他都不记得，能记得清的全是与那个疯女人有关，他巴不得忘干净。小玉，你妈妈已经到弥留之际了，想见你最后一面。若是正常家的小孩长了一副这般俊美的面孔，怎么也该是众星捧月的长大，爱他的人不计其数，而不是一辈子困在这所疗养院里，从盛放到枯萎都无人欣赏。小玉，你也别太难过了，见完妈妈最后一面好不好？好，妈妈，实在不好意思，先前护士姐姐让我喂你吃药，我放在口袋里放久了，我就给忘了。肖福玉瞥了眼那累积了半个月的药丸，忽而笑了。他又将所有的药丸抓起，放进手边的玻璃水杯里，慢慢摇匀。我现在喂给妈妈，妈妈会原谅我的，对吗？妈妈2个字光是念出来就让他恶心，世上怎会有这样恶心的2个字？不能亲手掐死你，实在太遗憾了。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唉，妈妈，死之前让我喂你最后一次药吧，这样才能安安心心的上路。可正当杯中的水即将沿着杯口滴落时，一股电流眨眼间窜过了肖福玉全身，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宿主身份已激活，系统绑定中。肖福玉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暗沉沉的天色。他撑着坐起身，发现脚上他很喜欢的毛毛拖鞋不见了，正赤脚踩在湿润的青石板上。这是什么鬼地方？绑定成功。宿主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客服系统154。像是古代故事里的冷宫。肖福玉蓦地想起昨夜熬夜通读的那本书里，主角的爱情便是从冷宫开始的。他赤脚走到枯井旁，趴在井边往下看。宿主，您能听见我说话吗？管他是什么鬼地方，他必须马上回去，亲手送那个女人去死。宿主，我不是你的幻觉，我是1级警报，1级警报！宿主不要，我不是坏人，你不要想不开呀！大哥哥坐在台阶上寥寥几句话，便将救命恩人的老底儿全都套了出来。很好骗的大好人，和疗养院里那些满怀怜悯的疗养师一样。等这位名叫季央的大好人离开，他不紧不慢地站起身，开始打量周遭。宿主，只要你在3年内成功登基，就能回去。肖福玉似是没听见他的话。宿主，你理理我吧，你难道不想回去杀死那个人了？你知道的挺多呀。宿主当前绑定身份九皇子，宿主任务登基为帝。一个莫名其妙自称系统的玩意儿，没有缘由的绑定他，就为了让他一个现代人和一群古代人争皇位。鬼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可他确实急着回去送他亲爱的妈妈最后一程。当前最紧要的是让那位父皇想起他的存在，并离开冷宫这破地方。陛下有旨，九皇子涉嫌谋害贵妃，暂押入诏狱候审，带走。萧福玉甚至还未在这冷宫待足1个时辰，就冒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入了诏狱。宿主，你别担心，他们不会认出你是冒牌的。那真正的九皇子呢？好了。跑了？对啊，按照书中剧情，他以后就是主角的舔狗摄像头，他不想当便跑了，所以系统才找上宿主。只要宿主完成任务，系统不仅可以让宿主的病痊愈，还能送宿主回去哦。那你最好保证他不会回来坏我的事。154支支吾吾。宿主放心，他不会回来了。宿主，你不想想办法出去吗？困了。1个时辰后，萧福玉突然睁开眼。宿主，你怎么又醒了？是不是想到法子出去了？我饿了。宿主抱歉，系统提供不了食物。我知道了，你除了烦我毫无用处。吃饭了？你们萧灵卫的伙食这么差呀？那九殿下想要吃什么？检测到重要人物，反派沈昭，年龄19岁，萧灵卫千户。我想吃这个。他看了看这人手里捏着的糖葫芦，玩味的道：
大人自己问的，不会问了又不给吧？照狱里浪费粮食的囚犯会被割掉舌头，九殿下既然想吃，那就把它吃完。宿主，他在给你下马威呢。你怎么看出来的？反派和主角天生不容，他天生就会讨厌你，对你抱有敌意，以后还会造你的反。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系统是不会骗宿主的。这样啊，沈大人，你很讨厌我吗？沈昭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吃完第4颗糖葫芦。宿主你看，他不说话就是默认了。还剩1颗，萧福玉吃不下了，眼皮微垂，遮住转动的眼珠。最后1颗，给大人吃吧。理由？听说糖葫芦留下的最后1颗是最甜的，大人试试。我试过，的确很甜。明日审讯时，陛下与贵妃会来旁听，早些休息。沈昭转身离开了牢房，走到阴影处，又猛然停下。他倚靠着阴冷的墙面，一口咬下最后1颗糖葫芦，很慢很慢地咽了下去。沈昭就这样站了许久，从天黑到天明，才转身走远。据系统所说，这所谓的陷害不过是贵妃与德妃争斗时波及到了萧福玉身上。贵妃时隔多年再次怀胎，却在寿宴上因巫蛊之术小产。后宫人人皆知贵妃与德妃不睦已久，这桩罪8成会扣在德妃身上。谁知御前的人从床底下搜出来的巫蛊娃娃时，却发现插在巫蛊娃娃心口的是一根桃花玉簪。整个宫里谁不知道这样的桃花玉簪自废后自焚后变成了忌讳，一时之间那位九皇子变成了众矢之的。孽障，你给朕从实招来！这不是我的东西。哼，当年你娘还活着的时候，还为你在冷宫栽了1棵桃树。你这般钟爱桃花，也就只有你会毫不避讳地私藏这桃花簪子。若真是钟爱，又怎么会舍得让心爱之物染上那污浊行此巫蛊之术呢？陛下，您说是吗？陛下，您休要听他胡言乱语。爱妃啊，朕记得你最钟爱的牡丹，连宫人不慎折了一片叶子都心疼不已。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依朕看，这件事疑点颇多，你还是安心调养身子为妙。至于幕后主使，还是交给萧灵卫彻查吧。就这样，就这也能算是审问？你看，那反派还故意吓唬你，果然不安好心。等皇帝一走，他肯定就要开始审问了。然而萧福玉在牢房里等了3日，吃好喝好睡好。3日后一觉起来，他出狱了。萧福玉回了冷宫，整日做着自己的事儿。至少在宫中其他人眼中，他仍旧是从前可有可无的九皇子。档案中，他与姬英传递消息，渐渐地熟悉了如今上云京错综复杂的势力关系。他在哭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很难过。这么大了还哭鼻子，殿下不嫌丢人吗？一张洁白的帕子递到他面前。宿主，反派又过来看你笑话了。大人不在萧灵司当值，跑来冷宫做什么？来监视我吧？哈？我可没工夫监视殿下。还你，是那根被孙贵妃摔成2段的玉簪，不过已经被人细致的修好，看不出任何的损坏痕迹。他的确一眼就喜欢极了，但也知晓这晦气玩意儿不论是谁都不该是他的。萧灵司既已查明真凶是德妃身边的姑姑，那这根行凶的玉簪又怎会是我的？还是说大人依然怀疑我才是凶手？我没有，我从未怀疑过你。这根玉簪只是被人用来祸水东野，却并非凶手之物。怎么，殿下连自己的东西都认不出来了？宿主，反派怀疑你身份了，快糊弄他一下。萧福玉尚未开口，沈昭忽然一把揪住他的手，将他抵在桃树旁。挣扎间袖口滑落，露出了一截雪白的手臂。沈昭不经意瞥了一眼，倏然凝住。
只见那原本无瑕的手臂上多了一条狰狞无比的疤痕。沈昭的眸底浮起戾气，粗糙的指腹来回揉搓。哪儿来的？这似乎与大人无关。若一定要知道呢？哼，年少时阿娘发疯，不小心划伤的。反正传闻中的废后也不过是个疯子，随口扯了句应付便是。可抓着他手腕的力道愈发的重了。萧福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人。这反派和九皇子从前认识？我不知道，那是剧情外的事，不重要。沈大人，审问够了吗？你捏疼我了。臭小子，你一天天不在司里当值，又跑哪里偷懒去了？师傅，能不能借下你的腰牌？做什么？我有个朋友，他病了，我要找最好的太医给他医病。哼，我怎么不知道你在上云京还有朋友？你不是说草原上凶猛的狼都是孤独的吗？怎么，你现在不是狼，是狗了？你就说借不借吧。不说清楚那朋友是谁？不等沈流的话说完，沈昭眼疾手快，扯下他腰间的腰牌，扭头就跑。臭小子，赔钱货！早晚有一天你要气死老子！快把脉。九殿下没病啊。谁说他没病？他失忆了，治不好你就是庸医。沈大人和九殿下感情还挺好，敢说出去，扒光你的胡子。哎呀，老夫可什么都不知道。还没看出来？院手实在是没看出什么问题，只好糊弄道：九殿下约莫是4年前那场大火时受了惊，便模糊了从前的事。但他脉象还算稳定，身体是无碍的。治不好。沈大人，事关废后心结，你觉得呢？若无别的事，老夫先走了。且慢，这个疤能不能……瞧这疤痕大小，原本怕是一道剑骨的伤痕呐。若想消除，也不是不行，只是得用最贵的药材了，而且就算用了药，怕是也得2、3年每日涂抹才能好。沈昭从怀里摸出一袋银子，丢进了院手怀里。这些够不够？连零头都不够。那就先欠着，回头我让师傅补给你。你莫不是要将你师傅给你留的聘礼都拿来用了？你从哪儿听来的？哎呦，寻常男子像你这个年纪都定亲了，只有你常日在上云京得罪人，连媒婆都不愿上门，更别说那些京中闺秀看到你便绕道走。你师父只好到处宣扬，说给你备了一笔丰厚的聘礼，来日风风光光入赘，当个赘婿也挺好。谁知还是没个声响。你可留点心吧，莫一把年纪了，连媳妇儿都娶不到。老东西，你少管我的事。明日我将银子送你府上，今日你先把药给他用上。那这药就放九殿下枕边。若是4年前他亲自将爱哭鬼送到雍州安顿好，这一切是否就不会发生？他在上云京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好朋友，也只有爱哭鬼愿意唤他一声哥哥。既然是他的疏忽，就该他弥补。沈昭离开了，屋门无声合拢。床榻上，萧福玉缓缓睁开眼，他伸手扫过疤痕上那一层淡淡的药膏，神色耐人寻味。后来接连数日，每到深夜，
那位凶神恶煞的反派都会潜入这间破败不堪的屋子，给他手臂上的疤痕上药。萧福玉偶在一次沐浴查看时，那疤痕竟真的有了褪色的迹象。更有甚者，有时反派擦药太磨蹭，他还会因为太困直接睡过去。他的身体竟对沈昭的亲近没有任何的防备。萧福玉向来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和反派旧相识的不是九皇子，是他自己。除此之外，这所谓的系统一直在撒谎，在挑拨，在害怕他和反派有多余的纠葛。他又不是真的主角兽，做完任务就走了，为什么怕他和其他男人有纠葛？除非他就是主角兽，那个书中只能爱主角公的主角兽。萧福玉默然地笑了一声。宿主，你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找到了比基因更好用的一把刀。只是想要这把刀为他所用，还需要一个契机，但好在他等到了。只是这契机有些许残忍。如今几位皇子皆已入朝堂参与朝事，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不参与党派之争的，要么是独善其身的保皇派文臣，要么便会四面受敌，成为群狼争夺的一块肥肉。萧令卫指挥使的位子就是最肥的那一块。天子于无稽山祭祀途中遇刺，萧令卫指挥使被捉拿刺客误入埋伏，一人独占100名刺客，拼死与刺客首领同归于尽。是夜，大雨，山里兵戈之声渐渐平息。待其余萧令卫赶来时，看到的便是跪在尸体堆里，腰腹连中数刀，奄奄一息的萧令卫指挥使。指挥使，快送指挥使回营地！小沈，你快去找太医。沈昭立在大雨里，喘着粗气，望向沈流双目紧闭的脸。愣着做什么呀？快去呀！沈昭恍若梦中惊醒，咬紧牙关，转身狂奔进雨幕里。太医！他冲进太医院的营帐，却只看见一个正在捣药的小药童。太医呢？沈昭一把抓起小药童的衣领。这个德妃娘娘患了头风，所有太医都去把脉了。德妃？沈昭喃喃自语，转头往德妃的营帐跑去。可惜平日里无所不能、人人畏惧的指挥使腰牌，此刻却毫无用处。他被营帐外的侍卫拦住去路。后妃营帐，外男不可擅闯。神命关天哪，管什么外男？他一大把年纪，谁还会偷看他不成？沈昭直直冲上去，想如往常般挤开人，却被几个侍卫压住。大胆沈昭，敢言语冒犯娘娘！沈昭的目光狠厉，犹如一匹孤立无援的狼，即便被压在地上也不惧半分。指挥使时替陛下捉拿刺客还受了伤，尔等阻拦太医前往救治，也不怕陛下追究？萧令卫副使已将逃脱的刺客捉拿到御前，陛下此刻怕是无暇顾及到指挥使的伤了。哼，沈昭，你还以为自己是指挥使的徒弟，可以在上云京横着走吗？离了这个身份，你便看看有谁瞧得起你。一炷香后，太医从营帐里走出来，压在沈昭肩头的手也松开了。快跟我走！他提起太医的衣领，转身大步往回赶。又在赶到营帐前时，猛然停住脚步。只见营帐外守着的2列萧令卫默默地摘下头上的乌纱帽，跪下低头，一动不动，宛如2列静默的雕像。沈大人，指挥使大人他……太医惊疑不定出声。沈昭膝盖砸在地上，摘下乌纱帽随手丢开，牙关紧咬，双目血红，喉咙发出压抑的哽咽。大雨模糊双眼，又忽而清晰起来，一把伞挡去了他头顶的雨水。沈昭缓慢地抬头望去，萧福玉一袭白衣，衣摆被泥水打湿，那双漆黑明亮的狐狸眼中倒映着滔天恨意。是他的，亦是他的，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拥有同样浓烈的恨意。其实萧福玉并不知心头恨意从何而来，其中3分为他亲爱的妈妈，
七分被遗忘在了过去，但却真实存在着。所以他朝沈昭伸出手：“大人，要和我共用一把伞吗？”静默几息，沈昭一伸手，死死抓住他的手。在上云京，唯有最纯粹的恨意，方可结成最坚不可摧的联盟。什么权势地位、野心财富、情爱纠葛，皆不堪一击。萧灵卫副使在三皇子一党的竭力争取下，成为了新一任的萧灵卫指挥使。高坐龙椅上的天子终于瞧见宠妃姣好面容后的野心。为了制衡朝堂，他也想起了尚在冷宫的九皇子。当今天子子嗣很多，皇子却只有4位。大皇子幼年断了腿，三皇子与四皇子在朝中争得你死我活，而冷宫那位九皇子勉强占了个排行。谁都知道九皇子只不过是天子用来制衡朝堂的一颗棋子，毫无登基的可能。所以哪怕他奉命出了冷宫，还与新上任的禁卫军副统领交好，都无人将他看在眼中。萧福玉就喜欢他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势力。他在京郊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南街的某处别院，在其间暗养私兵。当然，调教私兵的任务都落在了沈昭身上，他偶尔也会去看上几眼。宿主，你的俸禄根本不够养这么多私兵，再这样下去，沈昭就要去讨饭了。无妨，等他夺回萧灵卫指挥使的位子，咱们就有钱了。萧福玉笑道：“四皇子一党不会容忍三皇子一党的人得意太久，而他们只需推波助澜。”抵达无极山的第2日，这位萧灵卫指挥使便爆出了惊天丑闻。他竟在殿下祭天之时和德妃私通，若非陛下不慎遗落了一枚玉佩，回头去取，怕还是被蒙在鼓里。莫说指挥使的位子，这一下连9族都不保了。你从何处学来这般不择手段的招数？皇子寝殿里，沈昭坐在他身侧，夺过他手里的催情药，眉头死死地拧在一块。萧福玉遮着下巴，懒懒地倚靠在贵妃榻上。沈大人，想走到上云京的最高处，不择手段就是最快的法子。宿主，姬英来了。行了，莫让姬英瞧见你，快些走吧。萧福玉摆手赶人。沈昭一动不动地瞧着他。萧福玉，我们还要这样无名无分到何时？萧福玉后知后觉，男人眼中的恨意从未纯粹过。他垂眸思索片刻。哼，沈大人，你这话说得太不清白了。清不清白，从一开始你自己心里便清楚。沈昭起身翻窗离开。姬英走进寝殿时，并未发觉异样。陛下已经决定将沈昭格外提拔为指挥使，算是成了他师父的遗承。知道了。萧福玉脸上瞧不出喜怒。他太年轻，未必能让手底下的萧领卫心服口服。你也年轻啊，所以难免小看他。萧福玉玩味一笑，随手扯下一颗葡萄丢进他嘴里。四皇子一党自以为仇人的仇人便是朋友，既然咱们这边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如将这位子丢给沈昭。哼，但是这些事儿和我们有什么干系呢？来，吃葡萄。德妃已废，三皇子一党元气大伤，四皇子气焰过高，萧福玉这枚棋子自要是发挥作用。所以一回京，皇帝开始让他入御书房，与四皇子一同协助处理政务。1年时间，在皇帝的刻意扶持下，他一抓住机会就往上爬，终于成为了一颗合格的平衡朝局的棋子。可萧福玉又怎甘心一直做一枚棋子？所以他只好哄骗沈昭，替他行刺皇帝。其实他还未想好用怎样的理由说服沈昭去做这一件冒进的事儿。若是让彻思知道他要用的是苦肉计，怕是又要与他吵起来。但对方就是这样点头答应了，不问缘由，不顾后果。我师父的死与他们所有人脱不了干系。皇帝寿宴前一日，沈昭身穿夜行衣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杀谁都算是报仇，所以这件事与你无关。寿宴那日，沈昭果然没有食言，为了掩饰身份，他罕见地用了剑。萧福玉坐在离天子最近的席位上，在那把剑朝天子面门刺过去的瞬间，他挡在了天子面前。待沈昭反应过来，已经迟了。这一剑为了让皇帝死透，他不曾留手，哪怕最后他及时扭转剑的方向，仍旧在萧福玉的手臂上划下了一道剑骨的伤痕。爱哭鬼手臂上那道旧疤，他花了近2年的时间，夜夜涂药才抹干净。可此刻，爱哭鬼手臂上那道新的疤痕，却是他亲手刺下。萧福玉，算你狠！沈昭收剑，趁乱逃走。萧福玉得偿所愿，皇帝开始重视他，将他当作最信任的儿子。而在刺杀时，躲在桌案下的四皇子彻底被他取代了位置。1年后，皇帝病重，萧福玉监国，常伴帝王身侧。这一年，他与沈昭再未在私底下见过，哪怕在公道上遇见，只是书里的寒暄问候。他们本就没什么关系，清白得很。这一年，冷宫里的桃花也开得愈发艳丽了。自从萧福玉发觉154在使用白色能量会虚弱后，便用尽法子哄骗这位好奇心过剩的孩子滋养他的桃树。如今154一天12个时辰，有9个时辰都在沉睡。154，宿主，我好累，真的不能帮你养桃花了。有件事要与你说。萧福玉端着药走进养心殿，停在龙榻旁。宿主，你说。石海里的白球闪烁着微弱的光。我不打算回去了。萧福玉垂眸，搅动碗中的药。好的，宿主。什么？宿主你不回去了？比起送那个女人最后一程，放弃唾手可得的皇位，未免可惜。萧福玉淡笑，眼中一片寒凉。再者，你口中的主系统也没打算送我回去吧？宿主，对不起。我就是主角兽，对吗？所以我根本回不去。萧福玉冷笑。哼，让我猜猜，你们主系统派你这么个蠢货过来，是不是就想让你用能量给我编织一个梦，让我永远沉睡在身体里？你这是怎么知道的？这3年我10场梦魇，你都会编织美梦让我安睡。不难猜到你只会这个。但是你的能量如今不够让我永远沉睡。若是主系统知道他的能量都被你耗光，他会怎么对你？154，我不想让你因为我受苦。宿主，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剩下的能量能让我沉睡多久？最多2年。那就2年吧。萧福玉笑了笑。我会配合你，哪怕装作一辈子沉睡下去，也不会让你受苦。宿主，你对我太好了。154哭道。我舍不得你。154又扭捏道。不过宿主可能会有一点点副作用。这不重要。萧福玉不顾龙榻上天子的挣扎，将那碗药灌了下去，轻轻笑了。父皇，您连这上好的药都喝不下去了，是不是也该病偏了？逆子，你胆敢如此对朕！来人，来人！天子的目光扫过殿内一众面生的宫人，最后停留在一旁镇守在此的萧灵卫指挥使上。沈清，拿下他！恳请陛下归天。你们，朕竟未看出你们！皇帝惊愕的视线在2人之间来回扫视，一口气未曾上来，直接气死在了床榻上。萧福玉跪在榻边，装模作样的掉了几滴眼泪。沈昭从他的身侧擦肩而过，讥讽地撂下一句：
恭喜陛下得偿所望。大事已成，宫里会再乱上一段时间，但有季英手底下的禁卫军镇压，都在掌控之中。萧福玉鬼使神差的又去了冷宫，他坐在井边，看着桃树出神。好不容易夺了皇位，却要沉睡2年，让他的躯体坐2年皇位，谁能说得准会不会发生意外呢？但也没有其他法子了。恭喜宿主，任务圆满成功。宿主，我们有缘再见。纯白的能量一点点钻入眉心，催眠他的灵魂。药物司说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但萧福玉实在太困了，下意识地往后边的井口一栽。萧福玉意识昏迷前，他恍惚地看见一抹暗红的身影自井口跃下，双手穿透了他身上的白光，死死地抱着他。报完仇，你就要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休想！这个蠢狗不会以为他在自尽吧？萧福玉彻底昏死过去。陛下驾崩突然，宫里需要主事的人。宫人与禁卫军找了好久，才在一口枯井里找到人。几位跟来的大臣大惊失色，好在打捞上来才发现酒店下边还垫了个人，身子没什么大碍。沈昭在宫里醒来时，登基大典已过，照顾他的人告诉他，他是救新帝时不小心摔进了井里，有这份功劳在，他日后必前途无量。新帝？沈昭晃了晃脑袋，愣是没想起新帝是何模样。一旁的工人安慰他，许是摔伤了头，休养几月便能好。他不甚在意，独自出宫，路过朱雀大街卖糖葫芦的小贩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买了2根塞进怀里。他应该是喜欢吃糖葫芦的，否则为何一日不买便浑身难受，像是忘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一样。陛下，该起身去上朝了。来福呢？陛下，您忘了吗？来福公公早在去年冬日，因为冲撞宁大人，被您打发去了冷宫扫地。去年？从他昏迷到今日醒来，岂不是过了1年半的时间？萧福玉脸眸思索片刻，在弄清楚这1年都发生了哪些事之前，还是先不要暴露他清醒的事。谁知那狗老天又在哪里看着？穿衣束发时，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圈，赫然发现整个养心殿的人里里外外都换了一遍。陛下，龙辇已经在殿外候着了。陛下，臣服您下辇。不难猜测，这1年多以来，他这具身体被操控着如何独宠宁回之，哪里还需要喂食蛊虫啊？有事起奏，无事退朝。上朝何等肃穆之事，竟连官袍都不穿了。所谓逆臣，不外如是。沈昭坐姿懒散，右手把玩着一枚盘龙玉佩，做足了把持朝政的样子。臣有奏，如今陛下登基已满4年，然而后宫空虚，膝下子嗣皆无。臣以为该选秀广纳嫔妃，为陛下绵延子嗣。臣反对。如今朝局不稳，北京战火焦灼，陛下本就心力交瘁，此时选秀只会让陛下分心。分心？你是怕有人分走你的宠爱吧？一个臣子掺和上陛下的后宫，真把自己个儿当个玩意儿了还？这几个男人明明心里都想的跟他一样，还非要做出一副大度无所谓的样子，真够虚伪的。尤其是那沈昭，自封太师把持朝政，还不让旁人进出御书房，自己却日日的住在那儿。曾经百般讨好陛下，到头来也不过是为了权势地位。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爱陛下，所以陛下这1年才独独宠爱他。宁回之看向上手，清了清嗓子，唤道：陛下，朕若非要选秀，朕也只选宁卿一人。朕要宁卿当朕的皇后。陛下昨日未睡好，又说胡话了。送陛下回宫歇息，退朝。沈昭，他不在，你未免太放肆了吧？是啊，臣都这么放肆了。沈昭当着季英的面将人拽进怀中，
死死地扣住天子纤细的腰肢，薄唇贴在了天子耳边轻蹭，语气阴森。陛下倒是醒过来教训教训臣呢。陛下醒不过来的话，臣自是想如何放肆便如何放肆。然而他们谁也没有防备，男人怀中的天子躯体竟忽而转身甩了沈昭一耳光。哪怕这1年多以来，他们抱了无数次期待，又失望了无数次，但无人肯接受男人真的醒不过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们还是失望了。回之，朕不要和他一起回宫。由不得陛下不要，你还是别指望这个废物会为你出头了。他一家老小的命，臣一只手就可以捏死。萧福玉垂着头，偷偷挑眉。这厮倒是聪明的很呢，奈何不了宁回之，难道还奈何不了宁回之的爹娘啊？宁回之面色涨红，却说不出话来。这1年多以来，在旁人眼中的确是受尽宠爱，可这宠爱也只是明面上的了。但凡他敢靠近养心殿一步，明日沈昭便会送来一根他母亲的指骨，又或者是某一处撕下来的人皮。那日他只是鼓起勇气哄骗陛下升了他的官，谁知下旨后不到半个时辰，他的爹娘便都失踪了。等他赶回宁府时，只有一位等候多时的萧灵卫走上前，将一片新鲜撕下来的人皮塞在他手里。宁回之一眼便认出人皮上属于母亲手心的胎记，于是吐得昏天黑地。若非沈昭，他早已是这大梁的摄政王了。沈昭这厮，难不成对着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还能做出什么放肆的事儿？萧福玉正审视着，沈昭蹲在榻边，一言不发地撸起他的衣袖，从怀中掏出一盒药，指尖取的药膏抹在他手臂上的疤痕处。殿中一时无言，直到药膏将要涂完，沈昭的嘴唇微动，绷着一张脸，仍旧什么都没说。然而下一瞬，一滴滚烫的泪砸在了萧福玉的手臂上，与未干的药痕融为一体。萧福玉怔住，他似乎玩过头了。这是他的身体，不想我继续折磨性命的，就识相点，把它还给我。如今有乱臣贼子把持朝政，连批折子都省了，满格的黑化纸，这次玩过头，可未必有从前那般好糊弄了。灵犀，陛下的午膳洒了，换你去殿内清扫。是。灵犀不由得诧异，他都要以为陛下早已忘了有他这么个人了。咚咚咚，3声极有规律的敲打声传入耳内，这是当年南街别院里陛下给他设下的暗号。灵犀眼住心神，打扫完地面便退了出去。陛下，属下万死不辞。你可知来福在何处？属下知道。今夜子时让他来见朕，不要惊动任何人。你是从南街出来的人，朕相信你有这个本事。陛下想起他了。灵犀难掩激动。属下定不负陛下所托。陛下，奴才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行了，朕这不是回来第一个就见了你，与朕说说这1年半都发生了什么。陛下，你还未告知沈大人呢。虽然奴才一向觉得他可恶，但其实沈大人自封太师时，朕知道，国主没了心智，朝中大事总需要一个做主的人。若他不顶着奸臣的骂名把持朝政，那么朝堂迟早有一日会被宁家搅成浑水。陛下原来都知道，那为何不与沈大人相认呢？朕还没玩够。他很想看看他不在这些年他在朝中提拔的官员以及那几个表忠心的男人守着一具躯体又能为他的江山尽忠多久。毕竟是人就会有野心。你先回冷宫，过几日朕会找个由头让你回来。奴才等陛下。陛下还没玩够，但是臣已经受够了陛下和其他男人卿卿我我的日子，受够了被人戏耍的日子。什么时候发现的？陛下以为
这满店被换掉的工人里，臣为何独独留一个灵犀？臣早就知道陛下会这样狠心，狠心到哪怕清醒过来，也要看着旁人为您发了疯、犯了贱、断了肠、碎了心，才肯玩够。朕是天子，玩玩怎么了？哦，朕忘了，沈爱卿如今已经是太师了，惹不起了，朕也玩不起了。朕下次还是去玩别人好了。陛下是想玩宁回之，所以才推了选秀，要封她做皇后。他就是见不得萧福玉看其他的男人，哪怕是一个眼神，都能让他浑身每一处血肉都叫嚣着杀了那个野男人。为何不能只看他一人？为何要用多余的眼神去看别人？为何要抛弃他一次又一次，忘记他一次又一次？所以他只能化作一只见不得光的恶鬼，躲在黑暗里，时时刻刻跟随，时时刻刻从漏光的缝隙里窥伺他的陛下是否又在和野男人卿卿我我。被嫉妒蒙蔽心智的男人露出了森白的獠牙，一口咬在了帝王颈侧，低声呢喃道：此刻只有臣与陛下二人，臣只问陛下一句话，臣与宁回之，陛下到底选谁呢？朕选你。回应他的是时隔1年半仍旧凶猛炽热的吻。今夜臣便是陛下的玩物，陛下想怎么玩，臣都被陛下玩个够。萧福玉捏住那条温热的金链，轻轻一拽，男人便与他一块倒进了龙榻里。床幔晃动几下后彻底合拢，将满榻春色隔绝在内。殿外风雪凛冽，刮面刺骨，殿内却是热气蒸腾，汗珠一颗接着一颗从发缝里淌出来，滴在他单薄泛粉的肩头上，又顺着肩背一路滑下去，深入最滚烫的源头。屏风旁，来福蓦然听见陛下失控的一声呜咽，似是被不听话的男人戳到痛处。来福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点燃了离殿门最近的一盏宫灯。这盏灯养心殿历来只有嫔妃侍寝的时候才会亮，以便殿外记录陛下起居的同使宫女官留名记下时辰。这盏宫灯侍寝到何时便亮到何时。你也不怕消息传出去，宁回之急眼找上门来，又给陛下添麻烦。他害得咱家在冷宫扫了1年的雪，今日便让他知道什么叫麻雀变不了凤凰。哼，还想爬陛下的龙套，也不看看自个儿配不配。养心殿的宫灯亮了一整夜。大哥哥吃糖葫芦。他的陛下梦里没有梦魇，只有糖葫芦。这说明什么？陛下的心里有他。不够，还不够。一夜之间怎么能够填补这1年半的怨恨？他的，陛下是他的，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陛下可醒了？他很后悔，昨日早朝在萧福玉面前那般窝囊，就这样让沈昭将人带走了。今日陛下连早朝都未去，定是生他的气了。这盏宫灯，上元京但凡能进宫面上的达官贵人，怎么可能无人知晓啊？宁回之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冲地冲向脑门。宁大人，天子寝殿不可擅闯，打搅陛下就寝便是欺君，您未免太不守规矩了。谁？是谁？宁大人，陛下宠幸谁都轮不到我们智慧，您再不走，御前侍卫可不会客气了。哼，你们敢对我不客气，就不怕陛下对你们不客气？我要见陛下，他不可能不见我。只要萧福玉愿意见他，与他解释，他也不是不能容忍萧福玉纳妃。只要萧福玉心里只有他一个。在闹什么？你对陛下做了什么？你应该问陛下昨夜在我身上都玩了些什么。你敢强迫他？是不是你强迫他？是，我以下犯上，强行侍寝。但那又怎样？你就是来晚了，陛下已经是我的了。
贱人！陛下爱的是我，陛下明明爱的是我啊！你觉得我会让他见你？到此为止了。一道天雷从天而降，劈在沈昭手臂上，血肉霎时模糊，可他却恍若不觉，眼底透着兴奋，只急切地想要掐死面前的人，好发泄这些年的恨意。沈昭，陛下是来替他做主的。过来，在朕的养心殿前。陛下，沈昭从背后抱着他，粗糙滚烫的手掌隔着那层单薄的衣料，从后腰到小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帝王的每一处温软。陛下，怎么还是鼓的？方才你在榻上趁朕熟睡时做了什么？自个儿清楚。过来，朕让你到朕跟前来。哦，沈昭听话坐下，也不看自己，就从铜镜里紧紧盯着他，然后他便瞧见他的陛下五指穿过他的头发，动作缓慢也轻柔，将他披散的头发抓起来，将他的郁气、他的恨、他的怨一点点疏散开来，在头顶梳成马尾。朕还是觉得爱卿束发的样子更顺眼，就是有些歪了，不打紧。沈昭终于看向铜镜里的自己，依稀有从前的影子，可眉间的神态却不似从前。人在阴暗的角落里待久了，哪怕再走出来，再失而复得，也会变得疑神疑鬼。说不定哪日睁开眼，萧福玉又不见了，说不定他一离开养心殿，萧福玉就去见了别的男人。除非将人时时刻刻绑在身边，时时刻刻与之合为一体，不再分开，从白日到黑夜永不停息的缱绻缠绵，才得以消解几分疑心。对，把萧福玉绑起来，藏起来，让他的陛下这辈子都离不开他的视线。沈昭低头，倏然攥紧了手，一点点将眸底的惊恐压了下去。但那又如何？陛下给他梳头，怀念从前的他，只要他的陛下想看，他就能装作如从前那样。陛下，臣日后怕是都舍不得将发带扯下来了。朕不管，你不可以梳与朕一样的发饰。陛下还是与儿时一样，一点都没变。这1年半以来，没有萧福玉，他便是靠着那日复一日逐渐清晰的记忆度日。小时候的九殿下住在冷宫，却偏偏养成了一副娇气又顽劣的性子。沈昭入宫后给于后跑腿儿，偶然对于后口中可爱又可怜的乖宝起了兴致，偷偷跑去文渊阁外瞧过，什么可爱又可怜的乖宝，全是假的。文渊阁里分明只有一个偷袭二公主头发的小恶魔，仅仅因为这个二公主说了句废后的坏话。后来二公主抓到罪魁祸首，这位九殿下一哭，旁人便以为他仗着人家母后在冷宫欺负人，一个个皇子皇孙全都跑出来替他说话。从小便是个小骗子，以前骗他的时候便混他哥哥，如今骗到手了，哪怕在榻上也是一口一个狗奴才。沈昭，朕饿了。臣先伺候陛下沐浴。是臣的错，方才不该在。你做什么？方才怎么不让工人拿下去？那床单上沾了陛下的东西，臣怕有人背着陛下做些不三不四的事，臣不允许，也绝不忍受。整个上云京就你最不三不四，除了你，还有谁会连一件脏了的床单都要霸占？陛下，臣伺候您沐浴。此刻沐浴，天子里里外外每一处自都是需要再仔细清洗一次。浴桶中的热水渐渐变凉，萧福玉坐着的地方却越来越烫。他忍无可忍，甩了沈昭一耳光。狗奴才，再敢磨蹭，便滚出去。让臣滚？陛下又打算让谁来将这里头属于臣的东西清洗干净呢？朕要吃小狗馒头。陛下是在撒娇吗？好哥哥，朕好饿，你快些。蠢狗，这才是撒娇。
记住了吗？时隔1年，笔血再次从沈太师的笔尖滴落，浴桶里的水脏了，只得再换一桶。好在第2桶水彻底变凉之前，沈昭终于把陛下洗得干干净净。臣去御膳房，很快回来。待沈昭回来，榻上的人早已睡着了。他心头倏地一沉，陛下。回应他的是毫不留情的一耳光。沈昭这才松了口气，眸色缓和下来，紧紧抱住榻上的人。还好还好，他的陛下没有抛下他。蛊虫呢？我的蛊虫呢？大人，您要找什么？一个白色瓷瓶，我一直放在窗台的花瓶里，为何不见了？是不是你偷走了？是不是？大人，我怎么可能动您屋子里的东西啊？我想起来了，许是1年前夫人被人抓走时，不慎打碎了那个花瓶，里头藏着的瓷瓶自然也不见了。没有了蛊虫，他还能怎么办呢？那该死的沈昭为何次次要挡他的路呢？大人，一位自称柳先生的男子候在府外，说要见你。快请他进来。柳先生。宁大人，我将我南疆100年才得一只的蛊虫放在你这儿，你就是这样对他的？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看到了吗？他的母亲感应到他死了。柳先生，我也不想这样，只是你也知道，这1年半我的确不需要再喂养蛊虫，陛下本就爱上我了。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那沈昭在养心殿侍寝了1个晚上？柳先生，您今日来应该不只是兴师问罪吧？哼，算你运气好，这母蛊昨日又生了一只新的子蛊。宁大人，这最后一次机会，你可要好好把握。那我还是如从前那般每日1滴心头血？这样自然也可如今的沈昭都已恬不知耻爬上了龙榻，想要斩断他与陛下的情分，只怕是1滴不够啊。宁大人，这子蛊怕是得多喂点才好啊。先生放心，我定不会让沈昭得意太久。萧福玉，你看，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为你我不惜割血，沈昭他行吗？谁料取血太多，身形一晃，晕倒在地。屋门再次从外头打开，柳先生去而复返，走到榻边取走了瓷瓶，又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瓷瓶塞在里头。哼，蠢货！哎，老陆，陛下还在宫里等你复命呢，别在这儿演怨妇了，陛下又不在，你演给谁看呀？老大成了陛下的人，那是好事啊。自古嫔妃入宫都是要陪嫁几个姿色不错的丫鬟的，我看你就不错，讨好老大，让他劝陛下也收了你呗，反正你也不介意做小。谁他妈说我要做小了？顶好你的哨，少管我的事儿。深夜，陆长京一走进养心殿，脸上的假笑便险些绷不住。行了，今日夜色已晚，退下吧。嘿嘿，是啊，夜色已晚，陛下要就寝歇息，沈大人还不走呢？陛下，臣不想走。哼，那就不走。他就不该多问这一句，他连陛下一句话都没听到，好不容易听到一句，也是说于沈昭的，剩下的全是沈昭一个人在那说，谁要听这死狗叫？你再看他，你也想抢走他？所有妄图抢走他的人都该死，去死吧！就在此时，床榻上忽而传来一声咳嗽声：“护驾，护驾！”沈太师，放开陛下，离开养心殿。他是我的，该滚的人是你们。怎么办？陛下被他抱着，若是强行上前，定会被误伤的。怎么回事？季英走上前，望向被男人紧紧抱在怀里的天子。他不是不知道，昨日沈昭侍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男人回来了。可即便是回来了，陛下也不曾召见他。
不曾告知他，好似他是否知晓都无足轻重。陛下又何曾知晓这上云京在等他回来的何止是沈超啊？季统领，沈太师这模样像是演着了，奴才实在是怕他误伤了陛下呀。你们这样逼近，只会更加刺激他，都退下去。是。季英闭了闭眼，转身退到屏风外守着，盯着另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呼唤陛下的名讳。陛下，他就这样一直抱到人到早朝前。陛下，您醒了。朕睡着时，你又在朕的养心殿吓唬人了。陛下，陛下，他们只怕打搅到你。你给朕闭嘴，抬起头来。怎么回事？欺君可是大罪，想清楚再回答。今儿天还没亮的时候，奴才进来换蜡烛，然后沈太师掐了你的脖子，想杀你。是。今日早朝推迟半个时辰，你们都先下去。陛下生气了？朕怎敢生沈太师的气？陛下，您打臣骂朕，别这样，不要这样。在朕的地盘无法无天欺负朕的奴才，还不准旁人告诉朕。沈昭，你要造反不成？要么说清楚，要么滚出朕的养心殿，永远都别进来。陛下，臣做了个噩梦，梦里陛下又被那邪兽控制，任由其他男人抱在怀里耳鬓厮磨。臣在后头追，可那个男人如何都砍不死，臣也如何都追不上，臣追不上。臣于梦中惊醒，心头万般惊恐，再也无法酣睡，只得坐在榻边守着陛下。谁知那个小太监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借着偷换烛火为由偷看陛下，想要抢走陛下。臣怎能放任陛下再次离开臣？臣控制不住，臣想杀了他。陛下，臣这样是不是像个疯子，像个怪物？不过是梦魇，朕也梦魇过，朕也梦中杀人。朕是怪物还是疯子？陛下就是陛下。陛下，臣会自个儿去寻太医治好这梦魇的毛病。陛下不要讨厌朕，好不好？朕不讨厌你。沈昭埋在他腿上，天子瞧不见的地方，眸色幽暗而湿冷。梦魇是心病，而他的心病注定此生都治不好，唯一缓解的法子就是永生永世将他的陛下禁锢在怀中。但为了讨好他的陛下，他会装作一天天的变好。行了，服侍朕更衣。伺候起人来，沈昭这厮倒是乐此不疲。沈爱卿，朕瞧你倒是有几分当奴才的天分，不如撤了萧灵司的差事，就当一个专门替朕暖床的狗奴才，好不好？好。陛下，陛下，说。陛下，昨日谢老将军与敌军鏖战天汉关，谁知敌军设伏，谢老将军与1万骑兵皆被巨石逼落悬崖，至今下落不明。怎么会这样呢？自打他醒来后，得知这1年半时间北境军都不曾将北蛮攻下，便知是受剧情影响。因为在原著里，谢家满门战死，摄政王宁回之为替谢家报仇，请旨亲自上阵，与敌军鏖战数月，才拿下北蛮王都，使得大梁臣民拜服，民心居于天子之上。为了避免此事发生，他早已在谢老将军写在慰问奏折里回复，务必绕开天汉关。可最终还是会这样。宁回之，来福，传朕口谕，所有4品以上大臣，半个时辰后于御书房议事。还不去？奴才遵旨。都撤了，朕没胃口。陛下，其实今日臣入宫格外备了一份年礼献给陛下，或许这玩意儿能让陛下有胃口喝得下茶。他接过男人手里叠好的纸条，折开展平，纸上只写了3个字，用鲜血写的：
完完整整的3个字：萧福玉。说起来还多亏了沈大人那日侍寝，刺激的那宁回之连早朝都告了假，日日在府里挖心喂血。哼，宣宁回之进宫，正要在众大臣来之前解决这件事。沈大人还不快去？陛下，喝茶。什么野男人的茶都喝，真是不挑。偏偏这个时候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也只有他能靠得住了。这俩男人也就会端茶倒水。陛下，是您要见臣吗？还记得这把剑吗？当初朕就是用这把剑割断了你那书童的脖子，就在你脚下站着的这块地儿。陛下，过去的事已这么久，何必再提啊？这件事在朕心里从未过去。当初朕想杀的从来不是书童，而是你呀。陛下，臣不信。若是陛下想杀臣，这些年对臣的偏爱又算什么？是不是有人对您说了什么？陛下，您切莫听信小人之言，臣对您是真心的。你说得对，不论虚情假意，朕终究对你，对宁府偏爱好些年，所以也到了你们报答君恩的时候。朕想要你的命，你不会忍心拒绝吧？不，您不应该爱我超过一切吗？那些话不是这样说的，您该爱我的。我日日为师心头血，你怎能不爱我啊？萧福玉迈出2步，手握天子剑，横在宁回之的脖颈处，倏然的用力一划。天子剑削铁如泥，更遑论削一颗人头呢。一道惊雷凶狠劈在御书房房顶，声势之浩大，恍若巨石落下来，就连殿外候着的宫人都忍不住惊叫躲避。然而御书房纹丝未动，殿外的雨雪同时而下，天上电闪雷鸣。老天爷生气了，只可惜也只能生一生气了。恭喜陛下得偿所愿，天命所归。罪臣宁回之以一己之私沾染邪术，妄图操控陛下谋取皇权，今已诛杀。诸位大臣不必大惊小怪。陛下圣明。都平身吧，进来议事。北境事关重大，本是除夕佳节，御书房的灯却一直亮到了天明。谢无居，朕命你为新的北境统帅，即刻启程奔赴北境，稳住局势。臣定不负陛下所托。你与宁回之好歹也算朋友一场，这句无头诗，陛下，臣最悔恨的事，便是当初替他出头，跑进宫来，试图冒犯陛下。可臣最庆幸的是，也是当初入宫，在赏菊宴上见到陛下。北境的事态紧急，父亲下落不明，这些儿女情长的话，他本不该在这说。此去北境，战场上万般凶险。他曾问过父亲，为何当初奔北境之前，非要去寻母亲表明心意，却又不下聘，平白让母亲等了那么多年。此刻才明白，只怕是自己回不来呀，怕到死都没能说出心悦二字，怕死不瞑目。可除却表达心意，一个随时准备赴死的人，又有何资格上门提亲呢？陛下，临走之前，臣还有一言，藏在心中，日夜难忘。臣自赏菊宴对陛下一见钟情，直到今日仍旧不曾变过。臣说出来并非要奢求什么，只是憋在心中总是不甘心，还望陛下见谅。说罢，谢无居深深地俯下身，拜别君上，转身退出了御书房。陛下，如今的年轻人就是没个正形，这谢小将军也就是放羊久了，在陛下跟前也胡闹，真是不像话。哈哈哈哈！沈太师，您说是吗？陛下，臣倒是想起来，那谢老将军年轻时也曾在出征前爬上人家闺房的院墙，又是赠定情信物，又是表明心意，惹得人家姑娘痴痴等了3年，到如今瞧了那满后院的姨娘通房。
从前的定情信物的确如儿戏般可笑。哼，要不怎么说儿子像爹呢？朕可不记得谢无居有什么通房。现在没有，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陛下，这上银京的男人不是谁都如臣这般洁身自好，陛下可莫要被野的人骗了。陛下，臣等就先告退了。臣等告退。陛下，臣等告退。陛下，那臣呢？萧福玉扯了扯唇，抬手甩了他一巴掌，淡淡的吐出了一个字：滚。今日敢在御书房公然吃醋，来日是不是就敢在早朝上摸他的手了？萧福玉必须让他记起来，他先是他的君主，而后才是他在榻上厮混的人。他只是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担心萧福玉真的会接受谢无居的心意，就像当初随意接受他的心意一样，所以才在御书房失了控，妄图以此宣示主权。他不想再失去那个一次，也禁不住一点惊吓，于是蠢到故意在百官面前试探天子的反应，却忘了在萧福玉心里，男人的心意根本一文不值，只有他的帝王威严才是最不容挑衅的。到底怎样才能彻底拥有他？到底怎样才能让那些妄图抢走天子的男人滚远点？马上便是陛下用膳的时候了，您可莫要为难奴才们呀。好，今日御膳房的菜谱是什么？黄焖鱼翅、爆炒凤舌、荷包里脊，还有……哼，难怪他不喜欢你们御膳房的菜，连他不喜油腻都不知道。可是陛下从未说过。你们陛下从小就这样，不喜欢也不说出来，什么都要让人猜，若猜不到便只顾着生气不理人，再生气便要抹眼泪，活像是自个儿被欺负了。今晚的晚膳别说是我做的，他才不要再哈巴狗似的上赶着再给人下厨呢。可是沈大人，您昨日手被烫伤，太医嘱咐不能下厨，否则伤口会化脓。反正萧福玉又不会心疼，萧福玉根本就没有心。沈昭面无表情，满怀怨恨，好似感受不到手臂上的灼伤。炒完了四菜一汤，手里的锅铲随手往锅里一丢，发出了哐啷一声巨响。刚进来的掌事忍不住缩了缩脖子，给他送去，可别饿坏了你们陛下娇贵的肚子。今日新年第一日，这沈太师与陛下这是怎么了？掌事的干笑着，这段时日御膳房里的工人都与这位沈太师混熟了脸，胆子也大了些。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样的话来了？你想试探什么？就算我和他有什么，也轮不到你们这群阉人趁虚而入。这沈大人怎么这样呢？师父，你可是好声好气的为他说话呢。你闭嘴！你当他是从前先帝宫里那群失宠的嫔妃不成？你别看他此刻惹陛下生气被赶到这儿来，他仍旧是太师，骁令卫指挥使，陛下的左膀右臂，只是暂时不能替陛下暖床罢了。沈大人，你要做什么呀？陛下可在里头听着呢。他怎么了？我离开时还好端端的，你怎么伺候人的？陛下昨夜本要睡，因北京的事受惊醒来，心神俱疲。你们这一个个不省心的男人，不知道为陛下分忧，就知道争风吃醋，惹陛下烦心。陛下从御书房一回来，还未进殿就晕了过去。太医说是陛下今日心绪起伏太甚，被风寒侵袭，便病倒了。沈昭松开人，想冲进殿内，又蓦然止住。他又不是太医，他进去又能如何？沈大人，您这是……他什么时候醒，我什么时候起来。若他醒了不想见我，劳烦来福公公盯着他喝下药。他怕苦，不会老是喝药的。咱家知道了。无人瞧见沈昭头顶暗红的数字变了，80。来福，陛下，您可醒了？可还有不适之处？
太医说您忧虑过度，心绪起伏过大，又逢天寒地冻，五脏六腑皆不受防，这才得了风寒。陛下，先喝药吧。陛下，良药苦口啊。来福劝道。萧福玉没动。陛下，要见他了吗？他跪了多久？从陛下昏迷时便跪着了，说是陛下不醒便不起来，奴才出去劝了几次也没用。让他进来。他不行，我不起来。陛下醒了。沈大人，陛下不肯喝药，您……前一刻还晴天恨海跪在这折磨自己的男人，此刻连他的话都未耐心听完，便已冲进去了。陛下，先喝药好不好？纵使心中有怨、有妒、有不甘，可从他栽在萧福玉身上开始，他便明白，没什么东西比他的陛下更重要。药太苦了，朕不想喝。陛下，臣不该被嫉妒冲昏了头，在御书房，在百官面前拈酸吃醋，藐视皇威，失了君臣之礼。可是陛下，臣害怕您真的接受了谢无惧的心意，便连心都要切一半分给他。陛下，爱一个人，当真能容许旁人觊觎，与旁人共享？臣不信。萧福玉，你便是杀了我，我也无法接受有其他男人争夺分享。朕从未想过要接受谢无惧的心意，朕又不喜欢他。那陛下喜欢谁？是不是臣？是臣对不对？一定是臣。谢无惧算个屁，陆长京和季婴又算个屁。哼，陛下喜欢的只有他。你一个人在这儿瞎乐什么？没什么。其实陛下就算接受谢无惧的心意，也没什么。反正也得不到陛下的心，就算入了后宫，也不过是个独守空房的无宠小妾罢了。臣错了，臣下次定不会这般在外人面前不守规矩了。陛下莫生气了。萧福玉本不欲搭理这莫名其妙的男人，他一句话没说，也不知道沈昭脑子里又想了什么，自个儿便把自个儿给哄好了。谁知余光一瞥，却见男人头顶的数字又开始闪烁了。60。陛下，臣为您喝药。如今北境尚未安定，事事都需天子主持大局，您得好起来。陛下再喝一口，就一口。你方才便说是最后一口。陛下，算臣求您赏个脸，否则外头那些宫人若是知晓臣连为陛下喝药这个差事都做不好，臣的面子往哪搁？陛下，沈太师把陛下拐走了，快护驾！
年年和你相见。陛下，许个愿吧。萧福玉合上眼，双手合十，愿北境战事尽早平息，边境百姓不再受北蛮部族干扰，愿大梁来年风调雨顺，社稷安定，愿阿娘在天有灵，也来梦里看看她。陛下从前不是不喜欢这玩意儿？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臣也想许愿。沈昭点燃第2盏孔明灯，闭眼不到几息便放飞了。走吧。陛下，您倒不问问臣许的是什么愿吗？哦，那朕倒想问问爱卿，有什么愿望，求神比求朕还有用？倘若臣求的是陛下本身呢？臣该求神，还是求陛下垂怜呢？你只能求朕，神明没有资格满足你的愿望。臣求陛下今夜让臣侍寝，陛下许吗？看朕心情，看你表现。拿下来。他斜睨了沈昭一眼，他倒要看看当初沈昭死活不让他看的许愿牌上到底写了什么玩意儿。第1块上因爱哭鬼太过贪心起满了字迹，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墨痕晕开，早已看不清了。第2块上只有7个字：爱哭鬼天天开心。你果然没按朕说的写，还想侍寝？做梦！陛下，有时得偿所愿，也未必就很高兴。就像他得偿所愿为师父报仇，就像萧福玉得偿所愿夺王位，杀宁回之，得天地气运。师父回不来，于后也回不来，失去的永远回不来。得偿所愿不过是活着的人自欺欺人，死了的人泥下销骨。陛下，臣只愿您能天天开心。萧福玉瞧了眼他头顶暗红的60，微微一审：朕困了，回宫。沈昭，你把陛下怎么了？听不懂狗叫。陛下今夜宣我侍寝，好狗不挡路。沈昭哼着小曲儿，径直撞上围上来的2个男人，走进了养心殿。养心殿的宫灯又亮，季英没走，他眸色平淡，就立在养心殿外，看着那盏宫灯从黑夜亮到清晨。他想到沈昭脸上鲜红的巴掌印儿是萧福玉前不久赏的，并且力道不小，像是帝王因为男人做了什么混账事而恼羞成怒才掌果的。来福公公，季统领一直在殿外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做好你的差事。陛下与他们之间的纠葛不是我们这些奴才能管的。可昨日我还听沈大爷说自个儿是陛下的狗奴才了，他们不也是奴才呀？你懂个屁呀！不听咱家言，明日怎么死了都不知道。陛下醒了，奴才总算能将这刚得来的好消息告诉陛下了。最好是好消息。陛下，谢小将军在北蛮王都埋伏了3日，昨日已破了北蛮王郡，不日便可班师回朝了。这么快？他昨日才许的愿，那他岂不是白费了一个愿望？萧福玉拆开信封，展开信件，一目十行。信中详细交代了谢无居如何排兵布阵，大破敌军。与谢老将军每月送来的奏折不同，字里行间带着年轻人的义气。只是也有一件不好的事，2日前被流放在北京的姜子牙，偶尔在江边捡到了一具尸首，本想报官，谁知翻过来一瞧，却是谢老将军的尸首。萧福玉闭上眼，一代名将为大梁立下了赫赫功名，最后战死天汉关，不是因决策有疏忽，不是因军中有叛徒，仅仅是那所谓的天子之命需要一块铺路石。来福，传朕口谕，宣百官入御书房商议要事。谢无居护送谢老将军尸首回京安葬，但北蛮刚平，各地民心不平，随时有借势再起的苗头。朕需要一个人替朕坐镇北蛮，肃清余孽。短则1-2年，
长则4、5年。无论如何，都得让北蛮的土地彻底被朕的大梁吞并。诸位爱卿，可有人选？怎么，朝中这么多人，什么事都指望我一人，封了白领的吗？话不能这么说，此事事关重大，即便朝中还有其他合适人选，比如陆大人，还有季统领，但北蛮此等蛮夷之地不受教化，自然不仅得需自身本事够足，还得手段狠厉，说不准真有人闹起来，还得狠下心以暴制暴。沈太师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好，你的意思是我行事狠厉？哎呦，沈太师，话不是这么说的。诸位都只是以事论事，陛下面前哪里能夹杂私人恩怨呢？陛下，既然沈大人不愿去，便让臣去吧。哼，您少跑出来挑拨离间，谁知道你心里情不情愿呢？臣一心为陛下解忧，不像有些人。都给朕闭嘴！陛下息怒。这件事明日再议。陛下，沈爱卿还有什么想说的？陛下，只要您一句话，臣绝不推辞。臣之所以与他们争执，只不过是瞧不惯他们这群只知道推搡旁人，自己却龟缩。朕说了，此事明日再议。陛下，喝口茶消消气儿。朕气没气？他们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擅自揣摩圣意，大不敬。奴才哪里敢口出狂言呢？朕不为难你。此次前去北蛮，不是1月2月，而是2年、3年，甚至5年。若非心甘情愿的彻底，不论是谁，哪怕此刻忠心耿耿，待来日在北蛮住久了，难免心头会有怨气。有了怨气，便与朕有了隔阂。有了隔阂，难免被北蛮余孽动摇出某些不该有的心思来。所以陛下不是怕去的人不用心办事，而是怕北蛮21个投降的部落反过来策反钦差大臣。陛下心中有中意人选吗？哼，朕让他去，他为讨朕欢心一定会去。但朕知道，他心中不愿。不愿重逢不久，又要分离。但没有什么比他的皇位，他的江山更重要。哪怕是阿娘，哪怕是枕边人，在无人知晓的那4年里，他困在那座出不去的医院里，学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竭尽所有爱自己。他不是一个好人。今日在御书房，季莹就算主动请缨，一个已经擅作主张过的男人，萧福玉已经无法如同从前那般放心了。谁知相隔千里，这个男人为了心里的私欲，又有什么事要瞒着他？所以作为他最宠信的天子近臣，最趁手的刀，最忠诚的狗，沈昭不仅得去，还得心甘情愿的去，主动的去，抢着去，否则与其他的野男人有什么区别啊？陛下，沈大人在外头求见。不见。陛下，陆大人求见。让他进来。陆卿见朕，所谓何事？臣知陛下因御书房的事心情不悦，特意给陛下做了个小玩意儿，希望陛下能舒心些。哼，小狗，臣在。随即他看向萧福玉，正饶有兴致地拨弄着小木盒里小狗的尾巴，那小狗便摇晃着叫了起来。原来不是在叫他。这小玩意儿也就能博陛下一笑罢了。你既说了御书房的事，朕倒是想起，方才在御书房中，陆卿未直一词，不知是何想法。若是陛下不嫌弃，臣倒是愿意请缨去往北蛮替陛下分忧。只是臣的确不如沈太师本事大，否则百官意见也不会那么统一。就看沈太师愿不愿意为陛下分忧了。沈太师不去北蛮，那就让臣去；
若沈太师去了北蛮，臣也会管好萧令司，绝不会让陛下。陆长京的话戛然而止，清脆利落的一耳光打偏了他的脸。陆长京抬手捂住脸，神情呆滞。知道朕为何宠幸沈昭吗？朕并非他不可，但他的确比你们所有人都有用。陆谦，想学着他给朕当狗，你还欠些火候。滚吧。臣告退。知道他在气头上，就别来烦他。若不是你和季英在御书房吵起来，陛下哪里会发那么大的火气？我前来劝慰，赏我一巴掌怎么了？沈大人，陛下让您进去。你那些自欺欺人的话，还是留着回萧灵司吹嘘吧。陛下，臣心中有货。萧福玉扭头，目光落在男人头顶暗红的漆石上，顿了顿。朕看你是心中有怨。陛下，臣不过是个繁琐的男人，只想守在心上人身侧，什么江山社稷，什么黎民百姓，臣自幼从未想过片刻安宁。旁人的社稷安宁又与臣有什么关系？为了陛下，朕愿去北蛮，但臣想知道，为何是臣？仅仅因为臣是最合适的人吗？若有人与臣一样合适，陛下心中的人选还会是臣吗？会。哪怕臣与陛下重逢不久，哪怕臣……沈昭，朕不喜欢勉强，你不想去，朕也可以让旁人去。臣说了，只要陛下一句话，臣绝不推辞。朕不需要你的不推辞，只要这一句话，想替朕去北蛮效力的男人数不胜数。他们或许没你有本事，但一个不够，朕可以派2个。朕不是没了你就坐不稳皇位，大梁也不是没了你就稳不住社稷，所以朕为何要选你呢？哼，朕又不缺男人给朕当狗。上元节私奔出宫的亲密恍若一场梦，一场烙在沈昭心底的梦。醒来后，天子还是天子，不是他的梦中妻，也不是他的枕边人。哪怕心头万般不舍，却也抵不过帝王的凉薄。今日能将你捧在人人艳羡的位子上，明日便能一句话踩你下地狱。臣请旨，奔赴北蛮，为陛下肃清余孽，心甘情愿，没有怨言。理由？因为臣想做陛下最信任的人，想做不被其他男人替代的狗。乖狗，不枉朕疼你一场。沈昭头顶的数字变成了40。